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星我啦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感谢这期故事的投稿人蛋黄，很开心这次的故事可以请到正义来帮星星配音合作。正义跟星星一样，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者，大家可以在 IG 和 YouTube 找到他，然后多多支持他哦。那么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，感谢你啦！那我们开始咯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位老公的身上，就让星星来女扮男装饰演老公的角色吧。想问问你们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是玩手游还是打篮球？我呢有点不一样，我的爱好是钓鱼。还记得某一天的半夜，我跟我的死党正义还有饭团闲着无聊，就一起骑着机车游了很久的车河。最后经过一个公园前面摆着的一个小吃摊，想说骑了很久，肚子都有点饿了，就停下来休息。吃了宵夜后，又再继续闲逛一下这个公园。虽然有听说过这个公园很大，但我一直都没来过。原来这里面不只有儿童游乐设施，还有各种运动器材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啊。晚上这样骑车到处游荡，真的是很爽耶。哇，就是说啊，再配上这瓶汽水，简直就是完美。是说这个公园也太大了吧？此时的公园已经黑漆漆的了，但周围还是有点微弱的路灯。吃饱饭后的我们一边闲聊，一边在公园里闲逛，反正三个大男人也没什么好怕的。聊着聊着，我们就往公园的深处走去了。而想不到才走没多久，我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很大的湖。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大的湖啊！而湖的周围都被竹林围绕着，湖面看起来实在是太黑了，我们就拿手机的闪光灯照了一下湖的边边，就看到有鱼的黑影在那里游来游去的。看到这边，我们三个人的钓鱼魂就燃起来了。当下我们是立马飞奔回去，把汽车骑到了湖边，迫不及待就要开始钓鱼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带鱼竿，但是要知道身为钓鱼发烧友，机车上面随时准备一些零零散散的钓鱼器材，例如鱼线、鱼钩之类的，可是基操呢。至于鱼竿嘛，现场 DIY 一个鱼竿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啦。我们用了刚刚路边摊买的串串当做鱼竿，再拿了一些准备外带回家的食物当做鱼饵，然后用鱼线绑一绑。当当，一个简易式鱼竿就这样完成啦。可惜的是，材料只够制作一个鱼竿，那就只能委屈点，让钓鱼技术最好的我来用啦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钓鱼啦。虽然鱼饵已经非常靠近鱼了，但是我们等了好久，就是等不到任何一条鱼上钩啊。哎呦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让我来啦。哎呦，这才多久而已，等一下啦。你都钓不到，给我啦。哎呦，多一下就好了啦。好冷好冷哦。喂，好像有点晚了耶，还是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好吧。由于鱼饵一直没动静，我们只能认栽，准备收拾离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有鱼上钩了耶！走了啦，星星，别再管那只鱼了。哎呦，你们先去启动引擎啦，等我把它钓上来收拾一下，我就过去。真是的，让我们先过去，你快一点啊。星星，你好了没啦？快点过来啊！好啦。哎呦，你也回去啦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有人在看着我啊？算了，快点去找正义跟饭团吧。星星怎么那么慢啊？就是啊，哦，终于来了，
跟你们说，刚才我钓到的鱼有这么大条哎！珍妮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你也有看到吗？那个是什么啊？星星，快跑啊！你后面有很奇怪的东西跟着你啊！珍妮，你先回家，我来接星星。你们要小心啊！啊，后面有什么东西啦？这是什么？不要靠近我！星星，快把手给我，坐稳，我要加速了。没错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钓鱼的举动惊动到了什么东西。以前也夜钓过，但都没遇到过这种事啊！当时我们是吓到一路无脑狂奔，遇到交通灯都没有再停的。还好这个时间点路上已经没什么车了。就这样，饭团一路飙到了差不多10公里之外的十字路口才停下。呼，跑到这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刚刚那团白雾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感觉超级危险的哎！我们刚才跑这么快，他应该没跟上吧？饭团，快点跑！他跟上来了啦！我们要去哪里呀？他不会就这样跟着我们回家吧？我们回家，快点回家！现在那么晚了，全部庙都关了，没有地方比家里更安全了。于是饭团就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给送回家了。看来他没有追上来，你快点上去吧，我也要赶快回家了，拜拜。回到家把门锁上后，我就松了一口气。回想起刚刚的情况，我心里还在发毛，超怕那个东西跟着我回到了家。为了确认一切正常，我鼓起勇气打开窗帘的一小个细缝来偷看屋外的情况。确定走廊没有任何异样后，我松了口气，以防万一，我还想查看更远的角落。这时，我却看到我家门前竟然站着那个白雾。没想到那团白雾真的从公园就一直跟着我回家。看到的当下，我默默地关上窗帘，想要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害怕，但其实我早就腿软了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好像就这样停在了门外。难道是因为我家有拜神的关系？喂，饭团，那个东西真的跟我回家了啦！可是它在门外进不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看来是因为你家有拜神，所以他没办法进去。明天一早我就跟着一去找你，我们再去附近的神庙问问。那晚我根本不敢睡，也不懂那个东西是不是整晚都在门口，我就一直睁眼等到了天亮。隔天一早，正义跟饭团就过来了，他们跟我说那团白雾已经不见了。之后我们立刻出发，来到了附近的宫庙找师傅询问。那是一位溺死在湖里的女鬼，她跟着你回家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她应该是有事要找你帮忙，没有恶意啦。师傅，我可以不要帮忙吗？我只是刚好在那里钓鱼而已耶。在师傅的建议下，我们3个当天就赶快买了一些金银纸，回到了那个湖边，然后烧给了他。我跟他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没办法帮到他，只能烧一些东西给他，希望他不要再跟着我了。神奇的是，那天之后我就没有看到那团白雾了，而我们3个从此也不敢在半夜的时候去钓鱼了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了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星鬼探社的社员们，干部阿妍、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、L，
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和 Nicolife 喵太，感谢你们啦！